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今天小鱼儿会手把手教你如何用一款比较火的模板 Bisimo 主题来轻松的打造一个专业级别的一个电商网站。用这款模板，用这款主题模板的话，你基本上可以做出各种类型的网站。用这款主题，你基本上可以搭建各种类型的网站。那不管是宠物的、自然风光的、动物的，还有汽车类的。还有设计类的、美食健康等等，时尚潮流，包括一个电商还有金融类的一个网站都完全没有问题。尤其是搭建一个电商网站非常的适合。这次的这一款主题它更新了很多功能，所以建议本期视频大家一定要从头开始看。我们从零开始教大家怎么样搭建出来这样一个专业级的一个网站。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已接近700来个模板，那你只需要轻轻的去，你想用任何一个模板都没有问题，包括我们的一个轮廓图，它里面都有几百个，那我们只需要点击加入就可以更换这个轮廓图的一个模板。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自由的编辑。另外，这款模板这款主题它还支持目前最火的一个页面构建器 Elementor， 让你设计页面的时候可以更加的简单。那这款主题化对我们的一个 WooCommerce，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电商插件支持也是非常的友好。我们可以配合 WooCommerce 的一个插件，让你轻松实现一个产品的一个展示、购物车的一个结算等等，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这个电商网站，就是我们在线商城拥有的功能，它都是有的。那它还提供了很多定制的选项，比如说产品页面的一个布局，我们可以添加新产品，还可以分类、标签、属性，那这些支付这些所有的一个分析、营销。这些优惠券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设置的。这样一来呢，你不仅可以保证你的网站的一个美观度，还能提升用户的一个体验。另外 Bisimo 它还支持调用各种数据，在页面设计的时候呢是非常的灵活。那么它内置了一个类似于 Elementor 拖拽式的一个构建器，里面有很多的模板，那么你只需要轻轻的拖拽就能快速的拼出一个响应式的一个网站。还有一点，主题搭建出来的一个网站，它的一个加载速度非常的快，并且它是完全响应式的一个设计，所以无论你是在手机上还是在平板电脑上面都毫不费力，根本不需要为不同的设备来而单独制作页面。那么一套模板基本上就可以适应我们手机的一个平板，我们的平板电脑都可以适应我们的一个手机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网站的顶部是我们的一个 logo， 中间这里有一个搜索框，旁边是一些联系方式，包括还有我们的客服联系电话，右上角呢这里还有注册，还有一个购物车，比如说有关于联系我们的一些隐私政策的信息，我们可以在这个超级菜单下面找到一个隐私政策。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超级菜单，下面有一个子菜单，每一个菜单下面都有对应的一个子菜单。那我们鼠标往下拉，那我们还可以看到中间这里有个大的一个轮播图，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幻灯片。在这儿可以设置我们的一个主推产品，就可以放在这个位置。那下面就是一些常见的一些信息，我们的一个优惠政策，比如说什么退货包运费，或者是一个最近期的一个优惠，还有一些是针对一些会员的一些介绍等等。下面可以看到这里是2个关于产品方面的，那下面就是我们展示我们的产品，这是我们的一些热销产品，我们热销产品就可以放在这里。下面呢就是我们店铺的一些什么特别优惠，再往下就是一些安全支付、礼品包装等等。那么到我们的底部了，这里往下拉了，这里有一个邮件列表啊，可以收集表单，可以顾客他可以填入他的一些相关信息。这里是购买，可以看到订阅邮件列表可以获得10%的一个优惠折扣。再拉到我们的底部就可以看到有我们的联系方式，有我们公司的地址，还有我们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右边就是一些常用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订单、关于我们等等常见问题这些。那如果说你要做一个跨境电商，想要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站，那么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必须搭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网站。我们可以用这个电商模板来轻松的搭建。那么这里来给大家展示的只是其中的主页的一个页面，那还有很多其他的页面都是非常不错的。等一下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样来搭建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会教大家呢怎么样来进行快速的选择和搭建这样的一个网站。
在搭建网站之前呢，我们首先需要一个主机还有一个域名。所谓的一个主机呢，专门拿来存放我们网站里面的这些照片以及文字以及视频的一个地方需要一个这样一个存储的一个地方。域名的话，就像小鱼儿最顶上的这里一个小鱼儿的一个 YouTuber 的这个网址呢，它也可以叫做域名。这两样东西呢，是我们做网站必备的。那接下来这两个东西，它在哪里购买呢？那么小鱼儿呢，强烈的给大家推荐这个 Hostinger。那它的链接呢，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首先大家可以暂停视频打开 Hostinger 的这个网站，来到它的一个首页。这里有伙伴可能会说，那这里上面显示的都是英文，我们看不懂怎么办？不要着急，我们鼠标回到右上角，这里有一个红旗，点进来。那这里主流的国家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你可以选择你能看懂的语言。这儿比如说我选择这个中文，那么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呢，它就全部显示的就是一个中文所以对我们中国大陆的朋友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友好。也是，那么 Hostinger 呢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主机提供商。而且它的一个使用人数呢也非常的多。小鱼儿呢也搭建过很多的网站那我所有的网站呢都是基于这个 Hostinger 来进行搭建的，并且他们现在呢还有一个优惠的活动只要你购买1年的主机呢，那么就会赠送你1年的一个域名使用权。也就是你第1年的域名呢它是不需要收费的第2年后面呢你选择去续费就可以了，域名呢还是你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3个套餐。Hostinger它提供了3个套餐，平均算下来的话，这3个套餐呢，小鱼儿推荐大家呢使用这个第3个套餐平均算下来就是每个月呢58.99元1个月。但这个呢，大家它也不是最终的一个价格，后面的话它可能随时呢会搞活动你到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价格。可能和我屏幕上的这个价格呢会有所不同。第3个套餐呢，它是一个云套餐，那就是专门用来，比如说针对我们做一个电商网站的，做跨境电商的朋友，因为它里面有一个 WooCommerce， 那 WooCommerce 呢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电商插件。等一下我们搭建出来的网站呢，基于这个插件来进行一个搭建。在这个主机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在里面呢搭建100个网站，当然我们可能搭建不了那么多的网站，但是呢你前期可能需要试手需要拿几个或者几个网站呢来进行一个练手，那么没搭建好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直接删除再进行一个搭建。并且呢它可以看到这里呢有100 GB 的一个储存空间，那它还有一个无限免费的一个 SSL 证书保护你所有的一个网站。并且呢它有一个免费的 CDN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网站呢可能面向的是全球，那么你的客户呢可能来源于全世界，那这个时候 CDN 呢就非常的重要了。不管你的客户呢来自哪个国家，那它都会根据访问者位置提供服务，将网速呢提高到了40%。当我们进入一个网站的时候，它不会很卡，立马就能进去。那当我们可以看到有的网站你进去的时候呢，它在这里卡半天，那就证明了这个就是一个它可能就没有这样一个 CDN。比如说像这第一个，它就没有一个 CDN。那么这个 CDN 呢，它也是免费的。那还有一个购买1年就可以送1年的一个免费域名。还有免费的一个自动网站迁移你可以把你所有的网站呢从其他托管商呢转移到这个 Hostinger。还有一个专用的一个 IP 地址，这个专用 IP 地址呢，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它可以提高服务性能和速度。那这个 SSL 呢，就是一个加密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传输。作为电商网站这一点呢也非常重要。那它呢还支持一个每日备份，这个同样重要当你的网站呢不小心被黑客攻击，没关系，我们后台可以轻轻的一点呢就可以恢复到我们昨天的一个数据。还有它有一个标准的这个 WooCommerce。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专用的 IP 地址和一个优先支持呢，那前面2个套餐呢它都是没有的，只有这个第3个套餐呢才有一个专用的 IP 地址。我建议大家呢使用这个第3个的专用 IP。还有一个优先支持，如果说你遇到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咨询客服他们24小时在线。接下来呢，我们就选择第3个套餐。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考虑的呢，就是一个购买周期，因为我们是做电商网站的，那我们做网站是需要一个持久的不可能说你做3-5个月就不做了，或者说一做1年就不做了这种情况下呢是没有的，可能你需要做的越久了，你的一个自然流量才会越多，并且呢你购买的周长越久了那你的一个价格呢越优惠。我们这里可以看到48个月呢，它的一个价格是2000多。那么我们再看一下1个月的，可以看到1个月呢就是204块钱我们可以看一下1年的，1年呢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呢就是73.99所以建议大家呢是至少购买1年以上并且呢建议大家呢强烈推荐大家呢买这个48个月的。那么你购买的时间越久那平均算下来的话，每个月的价格呢也会更便宜这个48个月的话就只需要58.99一个月，大家也不用担心。可以看到选择48个月这里它的一个优惠活动就是此订单包含域名加2个月的免费，它还赠送你2个月48个月加2个月它呢还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那么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不满意，30天内呢你都可以选择退款，所以这里我们也不用纠结。那选好之后就直接点击一个继续。那接下来没有登录的小伙伴呢，你用你的邮箱呢注册登录一下就可以了登录过后呢，我们就会来到这个账单地址这里，这些地方可以看一下有的地方可填可不填，可以看到这里带星号的这里必填，那么你选择你来自哪个国家，你的地址邮编就可以了。选择像下面这种没有要求填的不填就可以了，我们就选一下国家就可以了。旁边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订单的一个详情48个月的套餐呢只需要2000多并且呢它有一个赠送每日备份，每日备份的价格呢是700多，还额外赠送2个月它的价格呢是400多还有赠送一个域名，那么域名的价格呢也是100多。所以总体下来可以看到折扣呢扣了75%的享受了一个75%的折扣，最终呢我们只需要付款2000多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里一个继续。那 Hostinger 的话推荐它呢也是因为它支持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个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银联卡付款呢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建议大家直接选择这里的一个支付宝就可以了。这儿呢就点击一个提交付款，点击好了之后呢耐心等待一下，它会跳转到一个新的页面，这里我们点击一个继续。接下来拿出你的手机呢扫码支付就可以了这旁边它显示的是一个美元，不用管我们用中文呢付的时候呢它会直接付成一个人民币的。那付款好了之后呢 Hostinger 呢它会向你的邮箱里面发送一些登录和账单的信息你可以去登录一下。那这儿我们就再点击一个登录，那么接下来登录进来呢，我们就来到了网站的这个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那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点击这里有一个网站，那么我们选择网站呢，接下来这里有个网站列表，我们就点了这个网站列表。那鼠标过来呢，可以看到在中间这边呢有一个添加网站，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加号。那我们这里就选择第一个，使用这个 WordPress 来灵活建站。那么接下来这一步非常的重要首先你要选一个管理的语言这个呢是后台的一个语言，还有一个就是管理员的一个电子邮箱。那这个呢是以后用来登录你网站后台的一个邮箱所以大家一定要填好，并且呢这里呢要设置好一个管理员的一个密码。那么这个密码可以看到要求也非常的高一个数字和一个小写字符使用8到50个字符使用一个符号，一个大写字母，还有一个拉丁符号。那么这些呢必须全部包含在里面呢才可以这个密码就要由这些组成。接下来呢我们就点击下一步，它这儿呢选择构建网站的方式，第一是使用 AI， 第二是预设的网站模板。那么我们就点击下面这里有一个创建空白模板，因为等一下呢我会告诉大家我们会使用一个专业的一个模板一个电商模板进行搭建。接下来就是填写域名的一个地方。那刚才也给大家讲了，如果说你购买1年以上可以看到我们选择12个月，这里可以看到你购买1年以上呢将获得为期1年的一个免费域名所以建议大家购买的时候至少选择1年以上。那这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域名呢给它填进来，你可以输入你想要的一个域名输入好了之后呢，那可以看到在这里我输入好了之后呢，下面呢就会出现，下面就会帮你显示出来如果说下面的域名呢有可用的呢，你就可以直接点击来申请它会显示免费第1年的域名，
也不需要给钱啊，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域名想好。如果没有想好呢，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使用这里一个临时域名。你可以先跟着小鱼儿来一起来感受一下，因为第一次你可能搭建的不是很好，但是呢也没有关系，把它删除就可以了。那这里可以看到，它就正在帮我们用 WordPress 呢在安装 WordPress。那么你可以看到，当你搭建的不需要的网站呢，你可以看到在网站列表这里后面呢每个网站的后面这里有3个点，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删除，那你直接把整个网站删除就可以了。不需要的网站呢，在后面你都可以点击删除，那这后面都可以把它删除。前期的话肯定是需要练一下手的。你可以当你搭建的比较满意的时候呢，到时候呢你再连接到你的一个正式域名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先用临时域呢先搭建这时候它是正在把这个 WordPress 程序呢安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大概呢需要等待个2到3分钟就会帮我们安装好。如果你也对网站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来订阅一下小鱼的频道那如果说你有需要什么软件的上一次呢小鱼讲过这个 AppSwarmer 里面，它有非常多的这些各种软件都是属于一次性付款终身使用价格非常的优惠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这个链接呢进去查看。 OK， 这里呢它就帮我们安装好了。那么 WordPress 呢，它是属于一个全球呢使用 WordPress 搭建网站呢是使用的最多的一个网站程序。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一个插件模板包括一个外观模板也非常的多。它的插件的功能呢非常的强大它比如说就像我们安装的一个手机一样，那它比如说就像我们买的一个手机一样，你的手机里面原本没有什么功能，但是因为我们装了各种 APP， 所以我们的手机功能才会那么强大。那么这个网站也是一样的，它里面有成千上万个插件，基本上你想要的功能都可以找得到，并且我们也不需要懂代码就可以搭建出一个非常专业的网站。每搭建一个网站它里面都会使用上很多的插件。那如果说以后你想要让你网站实现什么功能，那么你就在这里来搜索相关的一些插件。那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它给我们生成的这个站点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房子一样，这里有个查看站点。这个网站它是自动给我们安装好的可以看到这里面它什么都没有。那么等一下小鱼儿会教大家怎么样搭建出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电商网站。那么即便你不懂代码，也没有技术也没有关系这个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现在搭建网站呢，基本上是不需要懂技术，也不需要懂代码。那这个是我们首页的一个链接地址大家这里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你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后台的一个网址来给它记录下来。下一次登录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呢，可以看到这里鼠标这个顶上复制一下这个网址，那从一个新窗口在这里把它打开，那么你输入这个网址，它就会带我们直接来到这个后台我们把网址可以把它保存下来，或者说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域名后面可以看到域名后面输入一个斜杠WP-ADMIN， 那么把这个加上它也可以直接带我们来到后台我们把这个记住了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点击这里一个仪表盘，这个呢才是真正的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后台。上面这个的话只是它可以点开看一下 Hosting 的一些插件，所以我们要点这个仪表盘。那来到这个界面如果说你发现这个页面呢，可以看它东西有点多它有安装的一些什么插件，包括近期的一些什么新闻，这些呢我们都不需要让它显示那我们这儿鼠标回到这边把它直接这里有个叉给它关掉，这里有个右上角有个显示选项，那这儿呢我们把这些全部给它取消掉，点击一个显示选项就这样子让我们的整个网站呢后台呢干干净净，这样它不会拖慢我们的一个速度。接下来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插件这儿有个已安装插件，这里面的插件呢是它自动帮我们安装的，那么我们不需要，我们就先把它进行删除，这里勾选一下。那最下面这个缓存插件呢，我们暂时先留着，其他的插件我们勾上之后，点击一个批量操作，点击一个禁用，点一个应用。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点这里，点击勾选，点击一个删除，点一个应用。那这些不要的，我们点个确定，全部给它删除。OK， 只剩下这个缓存插件，它是可以加快我们网站的一个访问速度。当我们把网站搭建好之后呢，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启用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呢，我们暂时先不要启用了。如果说你现在启用的话，那等一下我们网站如果要更改一些内容呢，它不会实时的显示哈，因为这是一个缓存的一个插件啊，是用来加快网站的一个返回速度的，所以我们先把它留下来。接下来呢，我们点击左边的一个外观，它默认有给我们安装了，这里有3个主题。外观呢是我们网站的一个模板，这一步啊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我们可以点击顶部的这个安装新主题，因为它这几个呢都不符合我们啊，不适合做一个电商。今天我要用到的一个主题呢叫做 Bizing， 那这个主题的购买链接呢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一个描述栏里。这个呢是一个专业的一个电商网站的一个模板和一个跨境独立站的一个模板，我相信大家呢肯定都需要，一定要买这种比较专业的，有提供一个技术支持的这种模板。那么这个模板的话，目前它的价格呢是60美元。那这个60美元的价格呢，它是终身的你也不需要按月，也不需要按年，只要你购买了以后呢，你都可以用。那 Bizing 这个模板呢，这个主题的话非常的厉害那么可以看到它在这个主题插件网站里面呢，它的一个排名呢是非常高的并且呢它的一个评分呢也非常高可以看到是直接是5颗星。那它呢在2025年呢也是最热销的一个 UPOS 的一个主题。这个插件的话，它主要就是用来做跨境电商独立站，非常的适合。那么如果说你要做跨境独立站的一定要使用这个模板。那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销量呢，已经有30多万的一个销售量可想而知使用它的人呢是非常非常的多它的评分是4.83分。那么总共的评论数呢，接近了7000条。那么最新的更新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最新版本呢是2025年3月25日，他们的更新频率呢还是非常的高说明的话，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呢在维护这个模板。在右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提供了6个月的一个支持，6个月的一个技术支持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模板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如果遇到任何的一个不懂的或者搞不定的问题，那么都可以联系他们来进行一个技术的支持，帮你解决。另外呢，可以看到这里呢，如果说你再愿意呢再多给这个18美元的话，那它的一个技术支持呢将延伸到12个月，只需要再单独出18美金呢就可以获得12个月的一个技术支持。也就是说呢，你在12个月以内呢，你在搭建网站的时候遇到问题呢，都可以去联系他们提供一个支持，他们都会帮你处理。那么如果说你的服务器有问题，那你可以联系 Hostinger 的一个客服可以直接找他们呢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网站的这个主题呢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联系这个主题的一个开发公司它都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购买这种正版的模板的一个好处因为有技术的一个支持。如果你购买这个模板的话，也非常的简单，直接这里点击加入到购物车。那这里呢，如果说需要延长至12个月的话，我们这儿就勾选一下，相当于呢又多了6个月。这里点击一个前往去结账。那么这里呢，你可以使用你的一个谷歌账号来登录，也可以呢来创建一个账号。那么登录好之后，接下来就是选择一下你的一个账单地址，保存一下填一下账单地址。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 PayPal 或者用银行卡来付款了就可以了。去选择一种支付方式，付款完成之后呢，你可以在顶部这里呢，你的用户名这里呢，它会有一个下载，就有一个 download， 那么你购买的所有的主题呢，它都会在这里显示。那么购买完成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点击右上角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安装插件，我们点这里有一个，这儿我们点到左边的一个外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点击这里的一个外观，点击左上角这里一个安装新主题，这儿呢就点击因为我们之前买了之后呢，它会给你一个文件夹，你直接下载下来。这儿我们就直接点一个上传主题，然后选择文件。那么这里你下载下来，可能你会收到2个文件，我们选择点 ZIP 的就可以，这里直接点击上传，这儿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安装好之后呢，这里我们点一个启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它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完成搭建非常的简单。OK， 这里呢，它问我们呢，
这英文不好的朋友也可以像我一样啊，在你的谷歌里面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那么我们把它翻译一下，翻译好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会出现一个中英文的一个对照版本。那么这儿它有2个选择哈，设置一个类型，那是问你是用一个预设的网站，还是用一个零开始搭建的。那么新手朋友呢，我建议大家选择第一个，用这个预设的一个网站。我们点击一个开始，这儿呢它会让你来给你的网站呢取一个名字啊，比如说一个品牌名，这里比如说我就写一个小鱼儿，好，我这里就随便写一个。第二个呢是你网站的一个 slogan 啊，也可以是你的网站的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你这里呢可以详细的去写一个，如果不会写的朋友呢也不要紧，比如说你是做服装的，或者说你做什么生意的，那你可以比如说我做服装。接下来呢我就来到 GPT-4o， 还有没有 GPT 的一个朋友呢，你可以在描述栏找到有一个便宜的一个 GPT 账号购买我们要经常会用到一些文案或者说需要一些文本，都可以用到我们的 GPT-4o。 那这儿我就直接复制给他我的网站专门卖衣服，让他帮我写个网站标语。这儿我们就随便复制一个，回来这里就复制一下 OK， 这里右下角点击下一步。那接下来呢，它是会问我们需要哪一种编辑器，我们可以通过可视化还是通过代码来。新手的话，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就选择这个可视化。选择好之后呢，我们这儿点击右下角下一步。那接下来的话，它会问你的网站需要搭建什么样的类型的一个网站，这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动物与自然、艺术与文化、汽车与自行车设计娱乐、时尚、金融等等。那么这儿呢，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先不选，直接点击下一步。那接下来它是会问你最喜欢哪一种构建器。第一个呢是这个主题里面它内置的一个构建器。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构建器 Elementor。 那我建议大家的话，使用 Elementor 会更方便。在这里呢，之前呢小鱼儿出了一期非常详细的，这里有一个零基础搭建网站3小时的，就是使用一个 Elementor。 那么会手把手教你这个怎么样使用一个 Elementor 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我会把链接呢也会放到这个右上角。这儿呢我们就选择 Elementor，因为这个呢使用的人呢也是最多的，功能呢也是最全的。选好之后我们点击下一步，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网站的一个模板库它是基于 Elementor 下面的，一共有200多个254个主题模板。左边在这边可以看到是一些分类右边呢就是一些模板。那首先看我们要做哪个类型的一个网站你要根据你的类型来选择可以站左边，你可以找到你的与你的网站与你的品牌相关的一些分类。这里我们鼠标往下拉，我们要做的是这个产品与生产。选好之后就可以看到鼠标回到左边这里，它会出现一个 WooCommerce。 那么这个 WooCommerce 就是专门搭建一个电商网站这儿我们可以点一下它，那么筛选出来可以看到它有28个这样的一个模板。那每一个模板呢我们都可以预览，比如说这里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眼睛你可以点一下预览，可以预览一下这些网站。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服装网站，是一个电商网站。这里面呢它是有很多这种电商的插件你都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像这个看一下也是卖的性感的一个内衣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内衣，这也是一个服装网站。这个那今天我们要用的呢就是这个第一个，鼠标放上来同样你也可以预览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用的主题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简洁，非常的专业非常的高大上的一个网站。当然它里面呢还有各种不一样的一些主题，你都可以去看一下。的话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只是说图片的话有所不同。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来给大家讲解。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选择这个，选好之后呢，它可以看到这儿呢有2个选择第一个呢是完整的网站，第二个是仅选定一些数据。我们这里就选择它这个完整的一个网站，它会导入一些数据、图像视频等，把全部的一些案例的一些数据、视频全部都导进去。后面的话我们再来进行一个更改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它只是选择一些数据你要导哪些数据呢？你就选一下。我建议大家我们就选择第一个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这个模板的链接呢我已经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先要去把这个模板下载下来才能操作后面的。
选好之后，我们就点击下一步。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下中间这个开始安装。那么这儿呢会有2个需要我们删除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这2个呢都给它勾上。那勾上的意思呢，就是它会把里面所有的内容呢都给删除掉。它删除的是哪些？可以看到，删除的帖子、自定义的帖子、页面、菜单、类别评论、滑块等。如果说你的网站是之前搭建好的，第一次用，那这个呢只是这次用这个主题，所以呢你把这2个选上的话，它会把之前的网站的文章所有的页面、菜单呢全部帮你删掉。这一步大家要谨慎的选择。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的话，那就没关系就像我们这个是第一次，我们就可以把它勾上。勾上之后呢，我们就再点一个删除。那我这儿呢，因为是第一次建这个网站，我就直接点击删除因为我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网站。接下来的话它会把我们的这个主题，我们做电商网站的话需要一些插件比如说什么联系表单幻灯片的插件等等这些呢，它会全部可以看到，它会全部一次性的帮我们安装好，非常的简单快速那如果你是新手，可以看到这些呢都完全不用你去操心你都不用装什么插件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但这些主题呢它都已经帮我们想好了，都直接帮我们安装好了。可以看到它这里正在一个一个的这些需要的插件它正在一个一个的安装。你看到这里就知道它已经对应到哪一个部分了。这儿稍微等待个2-3分钟，那它搭出来的网站呢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网站。我们要做的呢把这里面的一些轮廓图，包括顶部的这些导航栏信息改一下还有下面这些图片海报这些呢改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儿可以看到它已经全部安装完成了。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勾的情况下，代表了我们的网站呢已经安装成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站。那鼠标回到左边，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查看站点，我们从新窗口给它打开，可以看到这个网站就已经帮我们搭建好了，非常的快。左边这里呢有一个条款这儿呢我们点一个接受一下。现在很多网站它都有这个，可以看到它连像的一些什么条款这些它都直接帮我们加进来了。这样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站就已经搭建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样来上架产品，怎么样来更改里面的这些布局怎么样更改内容。其实这些呢都非常的简单有了一定的模块之后，改起来呢也非常的容易。如果说你再有一定的一个 Elementor 的基础的话，那操作起来就会更加的简单。我们从主题的购买到网站的搭建，其实差不多就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已经搞定了，非常的快现在做网站真的也不用代码，也不用技术就这样就 OK 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后台，进入一些简单的比较基础的一些设置。那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 dashboard， 我们点击一下它，这个呢也就是我们一个控制面板，可以看到这相当于就是一个仪表盘点进来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话你可以看到鼠标往下拉，它下面有它比较新的一些主题。如果说你的这个主题你不满意，比如说这个主题你不太满意，那么你还可以到这里呢把它换成其他的一个主题把它应用进来也是可以的。第二个这里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插件，这里呢这个模板呢它默认的帮我们安装了一些插件。进来这里的话你可以把它激活可以看一下这些地方呢都需要去安装一下。基本上这里WooCommerce这些都帮我们安装好了。那么你需要其他的插件还可以在这里面来安装比如说像这个基于这个 Bcustom 的一些插件，一些自定义的我们都可以给它加上。那么有了这些插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后台呢管理起来会更容易一些。那这里呢我就把它呢也给它安装一下，安装了把它给激活一下这儿第3个呢可以看一下，它这上面有一排功能大家看一下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排功能。现在我们看第3个，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网站里面呢内置了700多个内置了720个模板，预设的模板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模板这一排就是一些分类你可以来找一下。如果说你不想做电商网站，那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型的网站基本上呢你要做的呢都有它都能满足你的一些需求。就相当于呢你购买了这个，你就拥有了700多个网站的一个模型，相信总有一款呢是适合你的。
那找的话，你可以先分类，把这边的分类找好之后，再来把它来进行一个查找。比如说你是搞设计的、摄影的，那么你可以选这个，它这个里面就有100个是专门跟设计有关的。那比如说呢，你是做公司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公司网站，看一下啊，它这里也能搜出来100多个。那有的网站它是很多这种行业都是可以用来做的。那旁边还有一些关于时尚的、金融的、美食啊、健康、美容啊这些，写作啦这些都有很多很多哈。那我们再看一下第4个，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些模块，网站里面应用到的一些模块。那这些模块它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我们回到这个网站的这里来看一下，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些模块，我觉得这个模块还可以，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模块呢给它保存下来，以后你在其他的页面呢也可以直接调用。那就是这些它的这些模块哈，可以看一下。那我们再可以再点击下一个选择，就是一个设置按钮。设置里面呢，它设置的东西很多可以看一下这些。在这个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可以控制我们网站很多信息的。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是英语大家也不要着急其实我们可以下载这样，在谷歌里面去搜索一个沉浸式翻译，搜索好了，直接把这个翻译呢给它我这儿再教大家一下要在我的谷歌浏览器里面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那么你找到沉浸式翻译在这里呢就找到一个双语对照翻译，点进来在这里呢我们就点一个这里一个谷歌的一个扩展，这里可以看到我已经把它添加至我的一个这个浏览器里面了。那你没有添加就点这里一个添加，再选择一个添加到扩展器里面，它就会出现在这里了。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你这里呢会有一个钉，你把它钉一下来，它就会直接出现在我们的这个页面上方。那翻译起来呢也非常的容易。我们再回到这里可以我就点一下这个双语翻译，点一下它。不然大家如果看不懂英语的话，可能你会很烦，但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插件就能帮我们解决。第一个就是一个全局的一个设置，那可以在里面来设置你的一些布局。这里整个布局可以看到有侧边距有一些内容显示顺序内容顶部的填充悬停的效果这些等等，表格呀这些都有。那么鼠标回到左边这里，第2个就是一个 logo 你可以来设置一下你网站的一个 logo。那么这里可以点击这个按钮直接在这里来设置我们的一个品牌 logo。还有这下面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些布局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呢来进行一个更改。但是这里我们的网站呢使用了它类似的一个模板，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在一个地方来进行统一的一个管理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先暂时不要去管它。左边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排它的一些功能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标题菜单侧边栏博客作品集页面页脚这些包括还有搜索引擎还有一些社交媒体颜色字体这些等等。后面呢最后呢这里还有一个备份。那在这里呢，既然我们是购买了这个模板，如果说我们会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一些问题怎么办呢？如果你买的是这个 Bcustom 的一个正版的话，正版的模板的话，那这里呢它有一个其他，那在这个其他里面呢，这里呢有一个人工一个技术支持，那这儿我们点击一下它，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到技术支持的这个页面。那这里你可以点击一下这个地方创建一个工单，创建好直接点击一个提交把你遇到的所有的问题信息呢全部写在这个里面。这里面还有一些相关的，可以看到有一些介绍视频，那么所有视频在这里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它的页眉构建，然后它的响应式这些这里面还有一些可以看到项目支持包括的，还有一些项目支持不包括的这下面都有。那你还可以来到这个页面，这个页面的话它的一些常见问题，一些常遇到的这些问题呢，你都可以到这个里面来看。作为一个电商网站，那你的店铺里面呢肯定是需要有产品的，因为我们刚才安装了这样一个模板左边这里还有很多功能也没有显示全，我们先点击上面的这个刷新按钮，这里再给大家翻译一下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它新加了很多东西进来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产品，还有一个推荐这些分析营销这些，这里面这些插件很多东西都是它直接帮我们安装好的。你可以大概看一下它给我们安装了一些什么，比如说一个客户有一个布局，这里有一个产品，有一个 Elementor。 那我们也可以点击这个到这个插件里面去看，鼠标往下拉，在这儿有一个插件，那这边都能看到有的一些安装的一些插件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比如说一个 WooCommerce， 那这个
WooCommerce 就是一个常用的一款电商插件。接下来我再教大家快速的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 WooCommerce 的一个电商插件。一个普通的网站呢，转换成一个专业的电商网站必须要做的第一步接下来呢，就先跟着我一起来先来设置一下。那我们鼠标回到左边，我们就先点这个 WooCommerce， 我们先对这个 WooCommerce 来进行一个设置。这个因为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电商插件。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点进来之后呢，它有设置我的商店，我们直接点击进去。第一次进来的话，它会问你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说呢，你现在是已经开始了，还是没有开始，还是正在设置商店？这儿我们可以选一个点继续。它会问你属于哪个行业，你的商店在哪里，还有你的电子邮箱，提供一些你这个店铺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你商店的名字你是什么行业，这里面可以选一下。比如这儿呢，我也选一个比如说我是做服装的。你的商店位置，这里点后面的这个倒三角，这下面这些国家你可以看一下，来自哪个国家就选哪个国家。这儿中国就选中国，填好之后点一个继续。它这里问我们需不需要借助它的一些免费功能来提升一下，需不需要把这些插件呢安装在里面？不需要的话，我们就把勾给它去掉，点一个继续。这个时候 WooCommerce 帮我们的商店呢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设置。那首先的话，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比较常规的一些设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鼠标回到左边找到这个 WooCommerce 下面的这里一个设置按钮点击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对这里来进行一些填写。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店的一个网址，一个地址，这里需要填一下。如果说你在国外的话，你选择国内的上面填写的一个地址，我这儿随意填写了一个，鼠标往下滑。那接下来是要填你的一个销售地点你想把你的这些东西呢卖到哪里去，要配送到哪些地方这儿你可以选一下。后面你可以看一下，这里它有你的是销往所有国家地区，还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国家地区，就两个选择我就销往所有国家地区。接下来这里呢就是一个费率的一个计算，这儿我们可以把它勾选一下。如果说你的产品你要把税给它加上去的话，特别是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国外的一个跨境独立站的话，启用这个税率的话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你肯定是希望把你的产品的一个税呢直接给它加到产品上面来，这个呢还是可以的。那很多人如果说你再单独去加税的话，很多顾客他是没法接受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加上。下面一个是启用一个优惠券代码，这里呢我们也把它勾上。那再往下呢，这里就是一个币种的一个选择，可以选人民币，可以选择一个你那个地方的一个主流国家的一个币种那上面这些全部设置好之后呢，记得呢点击一个保存。设置完之后，接下来我们点击上面左上角这里一个产品，我们来到产品的这个页面看一下，我们来把它设置一下。商店页面看一下这里呢是可以选择这里商店的一个页面，我们就选择这个店首选在前面。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占位符图像，占位符图像的话，我们可以给它改成一个8。那下面一个重量单位这里我建议大家选择一个克。因为如果你做的是一个跨境电商的话，你的这个运费的话，它会精确到克，因为它关系到你的一个成本所以我们这里要选择这个克。那接下来这个尺寸这里呢，我们就选择，那其他的话就保持一个默认就可以了。鼠标往下拉，这里点击一个保存，这点非常重要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关于配送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这里呢，我们在这里添加一个区域，这里呢我选择一个美国，这里选择一个区域比如说看一下美国，比如说这里选择一个欧洲吧，在下面找一下这里找到欧洲，那欧洲的哪些国家，这里找到之后把它勾选一下，安道尔、白俄罗斯这些把它选好之后呢，接下来就添加一个配送方式。它这里呢有3种选择，可以看一下。那比如说第一个呢是免费配送的就相当于是像我们国内说的一个包邮不需要邮费。这儿比如说你选一个免费免费配送，这儿你有没有一个要求呢？比如说下面这里呢有一个，我们点一个继续，这里比如说是一个包邮，这里有没有要求这下面你可以看到它有几个选择，是没有要求直接免费包邮，那还是说需要比如说满多少包邮，这儿你可以设置一下。那这个包邮肯定是有一个一定的条件的，你不可能说是几美金的东西你都去包邮那肯定是需要达到多少以上这个也根据你自己店铺的一个情况去设置。那没有要求也可以就点击一个没有要求点一个创建。那接下来呢还可以再加一个订单
配送方式了。那这里如果说你有要求，我们也可以改，后面有一个编辑按钮，看一下。那这儿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比如说这里啊，可以看到这个第3个啊，你的一个最低订购金额啊，最小的一个订单啊，比如说这里满199包邮，这儿呢点击一个。那这儿还有一个点哈，他说在这个优惠券抵扣之前啊，扣这个优惠券之前应用最低订购量规则哈，这儿你可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个这个可以把它勾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那么如果选中这个选项，可以看到则根据折扣前的订单金额提供免费送货服务。这就是比如说那你用了一个优惠券，那么你的优惠券呢是$20啊，10美金，那么它原价是199，那用完了这个10美金之后呢，它是189，那么这个189如果说你勾选了这里，它就是在这个折扣前达到199就免费包邮。如果说你没有勾选，它折扣之后还要达到199才可以包邮啊。这儿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一个保存。那这一个配送方式好了之后，我们还可以再添加一个配送方式，比如说你不是免邮费的啊，这里是一个统一的费率，统一运费，这儿点一个继续。这里比如说它统一一个费率啊，它买多少呢？比如说它是8美金的一个运费。那么这儿我们点一个创建啊，在后面呢同样也可以编辑，这下面有一个添加配送类型，点了添加类型，它就会带我们来到这个页面。那我们这儿点一个添加配送类型，比如说我们这儿1克，那你就可以去这个添加配送费用，这个是统一费率。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产品不同哈，那我们不同的产品来运费呢，它也不一样哈。这儿我们还可以再添加一个配送类别。那么这儿呢，你就可以多去添加几个，比如说你还可以再去添加啊，你有大件，那如果说你还有小件的呢，这里再接着添加一个啊，比如说这里再添加配送类别，比如说这儿一个小件 B 衣服，这里点一个创建啊，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它有两种了。那比如说像我们的衣服比较轻，那你的运费呢就要收的少一点，你的电器比较重，那么你的运费呢，它的价格肯定是又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这儿设置好了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页面把这里关掉。那么我们再来点击这里一个编辑，再来点击这个配送方式，点一个统一费率，点一个继续。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加进来的这里这个大件的小件的这儿就添加进来了。那它是一个大件的一个电器，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价格。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加入一个括号乘以 QTY。我们就相当于是每一个呢都收15美金。那这儿我们的小件呢可能就要便宜一点，那么这个小件呢我可能就只收个5-6美金比如说6美金的一个运费，同时我们还是乘以这个 QTY 那它系统呢会自动的算上去下面有个计算方式每个配送类型呢就单独收费。好了，就点好一个创建。好，那接下来呢就到了一个付款页面。Bookmos 它的一个默认的付款呢就加了一个 PayPal 付款，那它还接受一个离线付款。那下面呢还有其他的这几个付款方式，那么这些呢其实我们基本上都用不上。之前小鱼儿也给大家介绍过我们要做一个跨境电商的话，我们要实行一个全球收款。那么目前最好的除了这个那这里面有一个 PayPal 之外，那 PayPal 的话大家知道其实它的一个手续费是非常贵的。还有一个就是做跨境电商必备的一个收款方式，就是这个Stripe。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拥有一个Stripe的账号的话，如果说个人去申请的话，那其实是很难申请到的。但是这个呢我们也有问题可以解决去注册一个美国公司呢来去申请一个Stripe的账号。那这个呢给大家推荐的注册代理就是这个Legazoo呢，它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代理。那你在美国注册公司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找一个这样的代理公司去帮我们注册，因为我们人可能不在美国本土，那么很多这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你根本就搞不懂你自己也可能也不知道要跑多少的路你才能完得成。这儿呢，我们就可以找这样的一个注册代理可以看到他呢Legazoo呢，他说我们在所有50个州呢都能为你提供服务。这儿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代理来帮我们注册一家公司这里选择一个公司成立了，它是可以一个0元呢加一个州的一个申请费呢，就可以帮我们注册一个公司这里呢，比如说我们个人呢就只需要这个 LLC 就可以了。这里呢直接点击开始。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注册公司去申请一个Stripe的账号。
接下来你就按照它里面的步骤来一步一步去申请就可以了。最终的费用呢，也就是在300一个州的一个费用，加上一些你会让他帮你比如说申请一些 EIN 还有一些税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说想让他帮你解决那么你就可能需要额外加一些费用算下来呢，大概呢也就是在$300左右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里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这里注册好公司之后呢，我们后续的如果说你长久做跨境电商的话，那这个呢是一定有需要的那你就可以来用你的公司来申请一个Stripe的一个账号。小月之前出过一期这种用公司美国公司去申请一个Stripe账号的一期教程，我会把链接来放在视频的这个右上角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回到我们的WooCommerce的后台，那么我们就是需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去重新安装一个付款方式。那接下来呢，怎么来设置呢？如果说你做的是跨境电商，你做的是一个海外的独立站，那它更多支持的你的一个网站呢上面的一个更多呢是需要支持一个信用卡付款，或者说支持一个像这一个 PayPal 的一个付款。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安装一个这样的一个插件，我们鼠标回到左边找到这里一个插件，点击上面这里一个安装新插件，在这里搜索一个 PAYMENT PAY， 第一个就是这个 PayPal 的这一个插件，这里我们直接在后面点击一个安装，安装好之后点一个启用。第二个插件还是搜索这一个，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Stripe的这一个插件，我们这里同样后面找到之后点一个安装再启用。那么这两个插件都启用好之后，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插件，点一个已安装的插件。那这两个名字一定要记对，一个是可以用来 PayPal 进行付款，还有一个是用Stripe 付款的。在这个安装的插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 PayPal 这个WooCommerce Stripe WooCommerce 这两个插件就安装好了。我们安装好这两个插件之后，就可以让别人用微信、支付宝或者信用卡来支付付款。接下来我们就来再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设置。这儿我们回到 WooCommerce 这里，鼠标往下拉，在这个设置按钮这里，那鼠标回到上面，这里有一个付款。在设置之前，插件安装好之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连接到我们的一个Stripe账号。前面给大家讲，如果说你没有一个Stripe的账号了，那我们需要先去注册一个Stripe账号。那如果说我们是想要注册Stripe，首先第一个是注册Stripe的个人，还有一个注册Stripe的一个公司的。那我们注册公司会更好。那所以前面给大家讲了，我们可以用申请美国公司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注册一个Stripe的一个账号。那这里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一般个人你想要去申请一个Stripe是很难的。那还有中国大陆，你要直接去申请你是注册不了的，是不支持的，它是不对中国大陆开放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技巧，我这里来给大家讲一下，你可以那么怎么样去注册？我们可以通过Stripe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中国是没有的，就连台湾都没有，但是它是支持一个香港的，可以看一下香港在这里它是支持，所以呢我们就有方法。那如果说你有一个香港的身份证，那么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那但是我相信大家肯定是没有的，没有怎么办？那么这里大家可以去办一个护照，那我们同样可以用护照去进行一个注册也 OK 的。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就选择地址，选择香港，但是我们在填身份证的时候，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填写我们的一个护照。那办护照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在中国申请护照还是比较容易的，你就在你当地的一个派出所去办就可以了，大概办理一个护照也就是100多块钱。可以看到我们其实问 GPT 就能问出来，首先就是预约申请就可以了，准备资料就是一个居民身份证加上户口簿，申请一个表格，照片，缴纳100多块钱，过上一个一般是在15日左右就可以拿到你的一个护照，这个也没有什么门槛。那这里我们除了一个护照，那我们还需要一个银行卡。那香港的银行卡怎么解决？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叫万里汇的一个 APP 平台，相关链接呢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那么万里汇它有什么作用？它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虚拟的一个银行卡，那么你只需要填写一个你真实的一个信息，去注册一个万里汇的一个账号，进入后台呢就可以。这儿如果说还没有注册过万里汇的朋友，直接点击上面这里，点击一个注册账号。注册账号的一个类型，这儿我们就选择一个跨境电商，注册一个电商账号。接下来可以看到中国内地，你可以选择用手机号，也可以选择用邮箱，输入你的手机号码，手机会收到一个验证码，输入验证码，自己设置一个密码。
这里相关链接我已经放在了视频下方，大家打开我的这个链接，你就可以来到这样一个注册页面，在下面同意一下条款去注册就 OK 了。注册之后，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页面。就会来到万里汇的后台，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申请收款账号，这里我们点击一下。那这里它有很多收款账户，针对的有一些平台。那我们鼠标往下拉，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Stripe，我们是需要用这个Stripe来收款，我们就直接选择它。这里我们就选择一个港币就可以了。填上你的店铺名称，点击一个申请。它提醒我们要选择一个平台，这里你可以看一下你是哪一个平台。那么你做的如果是亚马逊，是亚马逊，就是eBay，是速卖通。这儿还有一些社交媒体可以看到 ，Facebook 也是可以的。这儿还有一个京东国际，比如说你做的是 Shopify， 你就填 Shopify。申请好之后，它这里就会给你一个香港的一个账户。这儿我们这里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那么当你有了这个香港的账户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回到 Stripe 来进行一个注册，点击这里的一个立即开始。新用户就直接来输入你的邮箱、你的名称、你的密码，输入可以看到这里香港特别行政区是 OK 的。那么这里点击一个创建账户，这儿邮箱一定要填一个真实的邮箱。接下来他会问你几个问题，可以看到这里你稍后也可以随时来更改，我们不填也可以点下一步跳过。那他还会问你是想要如何开始，那我们也可以先跳过。接下来可以看到我们就直接来到了后台，那这儿你可以使用这个测试数据来进行设置，并在上线前迁移你的工作。那这里使用这种测试数据进行设置，它不会真的扣钱，这儿我们一定要把它设置好。接下来我们点这个余额，余额这里有一个设置，这个余额里面在右上角这有个设置，我们点一下这个设置。接下来这里有一个付款，我们点一下它。那这里有个支付方式，我们点一下，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它这里有银行卡、有微信、支付宝、有 Google Pay。那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电商，或者说你在国内外都有生意，像这些收款模式都非常的重要。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注册Stripe的账号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支持我们的一个微信和支付宝。我们鼠标往上拉，这刚开始我们可以用测试模式，当你的网站正式运行的时候，你再把这个测试模式来给它关掉。接下来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点这边的这个 Stripe， 这里点好之后就会来到这里，让我们点击这里一个设置。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正式上线，有一个测试模式，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选项，一个是上线以后的，一个是测试的。刚开始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测试，点击这里去连接你的一个 Stripe 账号，点一个连接。接下来它会告诉我们你需要去下载这个 Google 的应用扫描这个二维码来设置你的一个账户。连接好之后，这里面它都会自动的帮我们这些密钥它都会自动帮我们填进来。这设置好之后，直接点击这个保存更改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Stripe。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PayPal 同样我们点击这里来设置一下这个 PayPal。刚才我们就装了这两个插件，一个是 PayPal， 一个是Stripe。因为我们网站可能有的时候国外的朋友会比较多，他们会使用一个 PayPal 的频率呢是比较高的。国外使用 PayPal 就像我们中国使用支付宝一样。接下来我们一样来设置一下这个 PayPal， 这里同样也是有一个上线的，你这里选好，这里点击去连接到你的一个 PayPal。那连接好之后，这里这些密钥这些 ID 它都会自动帮我们转入进来。那这里你就直接点击一个保存更改就可以了。那这儿还有一点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你要使用一个 PayPal 来付款，首先你需要一个 PayPal 的一个企业账户。那如果你真的要做独立站，需要的是一个企业的一个账户，包括 Stripe 也是一样。那么你就需要来注册一个 PayPal 的一个企业账号。那有了 PayPal 的企业账号之后，同样你就可以把它连接到我们刚才的这个地方，把这个 PayPal 来给它连接到我们的这个店铺里面。那连接一下，授权一下，那相关的信息它都会被自动的加进来，点击下面的一个保存更改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 PayPal 付款和我们的一个Stripe，那这两个已经设置好了。相关链接我都放在视频下方了，大家可以打开这些链接，你可以去注册一个相关的一个账号。这时候我们再点击这个 WooCommerce， 点击这里一个设置，点这儿一个付款。接下来付款方式，那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它支持一些什么付款。这个信用卡付款我们一定要给它打开，可以看到这里我就已经给它激活了。比如下面这里你要支持苹果付款，这里给它启用一下。那你还要支持一个 Google Pay 付款，这里你把它启用一下。可以看到这里你有了 Stripe 账号之后，可以看到这些 Stripe 这些都可以把它打开。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支付宝，这里我们要把它启用。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账户与隐私，
我们第一个允许客户在没有账户的情况下进行一个结账，那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开启。允许客户在结账的时候创建一个账户，这个呢先关掉发送密码设置链接，这个要把它关掉。那这个使用电子邮箱地址作为账户登录名，这两个可以先取消，我们就把这两个先给它勾上，鼠标往下拉，点击一个保存更改。高级我们再来设置一下，这儿可以看到有一个用户协议，这里我们后面可以点一下这后面来搜索一下，可以在这里搜索一个隐私政策。那你创建过什么页面，你就可以，你想要这里想这个用户协议这里最好就是显示隐私政策。那我们做网站就必须需要一个这样的个隐私政策页面，因为在这个页面它在国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加进来。没有的情况下，你可以先去创建一个隐私页面，比如说创建在哪里创建，我们找到这个页面，创建一个新页面，把这个关掉，我们这里写上一个隐私政策，这里来点一个发布，再点一下发布。你可以先创建一个，等会儿有空的时候再来编辑里面的内容。创建好了之后呢，我们这里就把它关掉。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来搜索一个隐私政策，这里可以看到我刚才创建的页面它就有了，这里它就会用户协议，这里它会连接到我们的一个隐私政策。那改好之后，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点一个保存更改。那这里我们这个 WooCommerce 这里就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来上架我们的产品，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在这里鼠标往下拉，这里会有一个产品的一个页面，点击一下。我们先一步一步来，我们先上架产品，教一下大家。那上架好产品之后，我们再来装修我们的首页。大家也不要着急，建议大家呢认真的看完这期视频。建议大家可以保存这个视频，订阅小鱼儿的频道，保存这个视频。当你一次性看不完，你可以保存下来，反复的看一下。来到这个产品页面，鼠标往左边，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添加新产品。那么上面这个我们可以先关掉。那顶上这里可以看到，你可以来设置一下你的产品的一个名称。比如说这儿我们可以在亚马逊里面找一下，比如说找一个电器产品，我就用这一款电脑给大家来讲解。这儿呢我就给它取一个平板电脑。当然如果朋友们你这个是属于一个产品的标题，接下来下面可以看到在这个下面它有一个产品的描述，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下，把产品描述给它输入到这个里面。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固定链接，在这个下面描述也填好之后，我们鼠标往下拉，拉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产品的数据，这里有个单个产品，这个是第一个要设置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的产品只有一个 SKU， 那我们就选择这个单个产品。那如果说你是有多个，那你就选择其他的一个选项。那我们就选择这个单个产品。多个的朋友，这里你选择可变产品，比如说像你的尺码有 XL， 或者说你的颜色有黑白灰这些，你就要选这种可变产品。首先我们从这第一个常规开始，找到这个常规，那这里你打算卖多少价钱？比如说像这个电脑可以看一下，它的售价是1199。那么什么叫常规价和促销价格？这儿不明白的朋友，这儿你可以截一个图，这儿我们可以粘贴到这个 GPT， 那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我们来问一下它。那么这儿我们可以直接来问 GPT， 常规和促销价这两种价格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那么有 GPT 的朋友，你可以来问一下 GPT。那这个其实常规，你平时的一个价格和你的一个促销的价格，比如说电脑它是1199，平时的价格是，那我这里加一点，比如说1399。那么它的一个促销价格可能就是1199，它的促销价格要比常规的价格要便宜一点，搞活动肯定是促销，就要价格要更优惠一点。那这里还有一个计划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比如说你的促销日期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结束，这里你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你要搞一个什么活动，你打算从什么时候搞到什么时候，那我们就在这里把它设置好。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库存，那么第一个可以设置一下你 SKU 的一个名字，或者说下面你再给它来一个编码。这 SKU 那后面有不懂的你也可以看一下，后面它有个相应的一个解释。SKU 它是指一个库存的单位，为每个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可以购买一个唯一的一个标识符。那如果说你下面有这种比如说 GTIN 或者说 UPC 这些编码，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编码给它填进来。那在下面就是一个库存管理，我们设置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个数量，这里需要比如说此产品的一个跟踪库存数量需要，你就可以把它勾选一下，设置一下产品的数量。比如说你的库存呢设置一下，它允许你先把这里的库存给它设置好，比如说20，那么你可以先设置一下这个库存。那接下来他问你是否允许缺货销售，那么
允许你就写允许，不允许那么这儿就选择一个不允许。接下来可以看到库存不足的一个最低值，是说当你的一个库存低于多少的时候有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的库存不足的时候，我们会收到一个邮件通知，它会告诉我们的产品的库存要卖完了，要售空了。在这里也可以把它设置一下。那再下面是一个单独出售，每个订单限购一个商品，需不需要？你需要你就把这里勾选一下。这个大家灵活变通，比如说你要搞活动，对不对？你平时是卖的是一个像这个价格是1399，那么你搞活动的时候是1199，这个时候你就要限购，一个人只能买一个产品，这里就把它勾选起来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一个配送，看一下啊，这里你可以选择你的一个运费模板，你的这个重量单位是用什么来计算的？你可以在这里写一下，还有你的外形度、高度、运费类型，这里来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有设置一个小件、大件，这里你可以选一个你的一个运费模板。前面我们在运费的那个区域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可以看到，如果说你的产品只有一个 SKU， 所以它上架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就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变体。鼠标再回到右边来看一下，我们来设置一下产品的一个图片，选择这里设置产品图片，然后点击一个上传。那么上传好之后，这里点击设置产品 ，OK， 那我们这图片就上传进来了。那你还可以添加产品的一个相册图片。那么我们一张图，一个产品的话，它不止一张图啊，还有主图，还有其他的图片。那我们添加一下，还是点击这里上传。那么我们就把这4张图片呢，给它一起上传。OK， 点击添加至相册。好，可以看到这里呢，这几张图片呢都同时添加进来了。那么下面我们鼠标往下拉啊，这里可以看到还有一个产品的分类，比如说你这个产品它是属于哪一种啊？这下面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属于一个笔记本电脑，那么这里电脑笔记本，那我们就把它选进来。那这个模板的话，它内置帮我们加了一些分类进来，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关于一些电器方面，它帮我们加了好多进来。那如果这里面没有你的这个产品的分类的话，没关系啊，这里有个添加新分类啊，你自己在这里面来加一个，比如说我这里随意加一个，比如说油烟机什么的，这里加进来。那么可以看到这前面它就又帮我加了一个进来。那鼠标往下拉，这里还有一个产品标签哈，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这个平板电脑了，它有一些标签。那这儿呢，如果不知道这些标签怎么写，那我们可以直接来到这个 GPT 哈，然后我的销售老给我一些，这里有个要求哈，他说的是要使用英文半角逗号隔开标签，那么这儿我们就直接发送给现在呢，不管你是搭建网站也好，或者做其他的也好，其实现在 GPT 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可以帮我们完成好的工作哈。如果还没有 GPT 的朋友呢，可以点击描述栏有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你也可以选择呢去升级，把你的 GPT 3.5免费版本升级到一个 GPT 4。那么国内的小伙伴呢，如果说你要升级 GPT 的话，那用国内的这些银行卡是没办法升级的，你可以来办一张这种虚拟卡，这个 Word 虚拟卡来升级 GPT 哈，升级这种很多应用都是可以的，用这个卡来升级。那么注册也非常的简单，我会把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直接打开我的链接然后呢跟着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注册就可以了。那么用我的链接注册呢，会有一些优惠但是这个呢有的时候它也会变动哈。你可以直接来注册一个去升级你的 GPT。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他帮我写的是一些这个英文版的一个标签，我这里直接点击这里复制，然后我把标签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来，点击后面一个添加。 OK， 可以看到这下面这些标签就全部加进来了。那我们鼠标再往下拉，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品牌，你可以添加一下你的这个品牌呢是叫什么名字，什么品牌。那么你点击这里一个添加新品牌就可以了。比如说像我的这个是，如果说它这个牌子是苹果的话，那么就输入一个苹果点击一个添加新品，那就添加进来了。那么我们鼠标再回到中间往下拉，它这里还有个产品的一个简短描述哈，这里来我们也同样可以让 GPT 帮我写一个产品的简短描述，中文回复。 GPT 它是有一定的记忆的之前我跟他讲过平板电脑，这里呢我就直接让他帮我写一个简短描述，然后直接发送给他，复制一下就可以了把它添加到这个里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搭建网站的时候，你会时常会遇到一些问题或者说你有一些东西搞不明白的话这里其实都不要紧。比如说像这两个地方，那么我这里把这个给它取消掉，那么我这里直接Enter 加 A， 然后把它截一个图把它这里勾一下，然后我们直接来到 GPT，
那这里呢，我把这个图给它粘贴到这里了，我直接问它这个图里面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叫它去升级？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 GPT 4o 它是有一个识图的能力哈，你直接截图，有不明白的地方发给它就可以了啊。可以看到这里它给我们解释了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么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哈。那如果说你用的是 3.5 的版本啊，那么你就可以啊，在这里呢，你可以直接点击下面的一个设置在这儿呢用这个卡呢，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 GPT 哈，然后你直接点击 GPT 呢。点击下一步，然后根据这里面的然后直接去升级回到这边呢去升级你的 GPT 就可以了。那么 GPT 可以帮我们写产品的描述可以帮我们写我们的标题。那这儿呢，你还可以直接呢给它一张图片比如说我刚才的这个我把这个电脑发送给他，让他帮我写一个这个产品的描述和标题，这些问题都可以交给 AI 来完成。那么因为我们自己去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产品在 Google 里面，当别人搜索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个标题我们的一个描述就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标题就至关重要。别人能不能搜到你的标题过长，那人家是搜不到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让 AI 帮我们简短一点。那么可以看到这里呢，标题然后描述这个GPT 就直接帮我们生成出来了，太短你可以让它帮你生成长一点都没有问题。这里全部填好之后呢，我们鼠标往上拉点击这里的一个发布。那么发布好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查看产品，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上架的这一款产品，可以看一下它的这几个图片有主图，有其他的一个产品详情图，看一下这产品的一个价格原价是1399现在的一个促销价是1199。那么这下面是一个产品描述可以看一下。那我们把这个页面关掉，我们回到编辑产品，我们再查看全部产品在这个所有产品里面可以看到，这是我刚才发布的一款产品。那下面这些呢是这个模板呢，它给我们的一些案例的一些自动的帮我们上的这些产品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模式是怎样的。后面有个查看，我们点开看一下，然后再看一下我们自己上架的这个产品。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模型，我们自己上传的这个是这个样子的，它就稍微会简单一些，会略有不同。那么它的这个结构它会有一个左文右图或者左图右文这样子的，它会介绍一些其他的产品，下面还会关联一些其他的产品。那如果说你喜欢它的这个模板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说你想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儿我们就需要使用的 Elementor 来进行一个编辑，来进行一个搭建。那如果说你不太会使用 Elementor， 其实之前小鱼儿也给大家讲过一期 Elementor 的一个详细的教程。那么我的这一期视频零基础搭建网站这个3小时，主要是讲 Elementor 怎么样搭建网站的。新手朋友可以来看看我的这期视频，我也会把链接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实在不会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它的模板给它复制下来，我们把里面的信息呢改成我们自己相关的一些产品信息就可以了。那这个该怎么样做？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继续往下走，看下一步怎么操作。关掉，直接回到产品的后台。先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复制，这样快速的更改。这儿可以看到，我们找了第二个产品，那这个产品是它模块里面它的一个模型，这儿后面有一个复制，那么我们就点一个复制。接下来可以看到，就直接进入到这个页面了。进入这个页面之后，你就来从里面去改标题、改图片，下面的一些相关的这些都把它全部改掉。这个相当于它帮我们复制出一个新的产品。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页面它就没有任何编辑的一个选项。我们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库存，这里你可以稍微改一下配送这里可以稍微改，还有一个产品的简单的一个简介，这里可以改一下。那么还有一种方法，我们鼠标往上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大大的使用 Elementor 编辑，我们就点击这个。那接下来点击一个离开，它就会带我们来到 Elementor 的一个编辑页面。那么这个按钮我们就直接把它关掉。其实 Elementor 呢是网站非常好用的一个网站构建器，它只是需要通过拖拽的方式就可以帮我们搭建好一个页面。那么这里 Elementor 的相关链接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顶部的这个区域，我们鼠标往上拉，那顶部的这个区域它是改不了的，你点都没法点，可以看一下。那这个是固定的，我们改不了，我们往下拉。那下面这些内容我们是可以改的，上面这个部分是固定的，我们是没有办法改的。但是下面这些文字的地方可以看，我们点一下，我们先把下面这些给它先关掉，这些地方。上面这个区域可以看到，那上面的整一个的区域我们是没有办法改的，因为我们鼠标放上去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从下面这个地方开始，下面这些地方，那我们就可以编辑了。那当我们鼠标放到这个上面的时候，这些文字我们就可以在左边来，比如说这些我们就可以把它改掉了，这里把它删除，可以看到这里就可以改了。那下面这里是你的产品的一个介绍，那么这儿呢，你可以鼠标回到左边，你可以让 AI 再帮你生成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把它输入到这个里面来，直接在这边输入好，保存一下就可以了。那上面这个标题也是的，可以看一下。那当你要改的时候，你就把你的鼠标放上去，在后面会出现一个笔，点一下这个笔，它就会这边就可以在左边去进行一个更改，每一个区域都是可以改的。你可以把这里面所有的，就像这个图片，你可以把这个图片换成你自己的。这个图片这里也有一个笔，点一下，比如说选择一个图像，我把它改成一个电脑，点击选择，这儿就改成了我自己的一个图片了。这个改起来就比我们刚才的那种方式改起来要简单很多。可以看到这里这些图片的更改方法都是一样，点击这个笔，在左边这里去选择图像，这里标题就是同样在这边来改。那如果说你还想要把它加粗，这上面有个粗体，你也可以把它加粗。那你在某一个文字这里想要给它加一个链接也是可以的，这里你就可以点击插入一个链接，当有人点了这个文字的时候，它就会跳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也是可以的。那下面这里可以看的地方，这些信息你都可以来改，文字就改成你的品牌相关的，图片也改成你的品牌相关的。这个图片大小呢，你也是可以改的。那比如说这个我也把它替换掉，那选择一个图像。那如果图片的你觉得它大宽了或者大小不合适了，我们这里直接点击一个图片的分辨率，那么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有个样式，这里可以看到它有个宽度，比如说你想让它显示的大一点或者小一点，这个可以调整。高度可以看一下，也是可以调整的。还有它的，你想要让它这样显示或者这样显示，这里都可以调整。这里可以看到还可以这样子显示，或者你想侧一点也是可以的。看一下，这个真的非常的神奇。旁边的内容，这里点击一个笔，如果说你这里文字改好之后，这里还有个样式。比如说这个文本，就像这里来点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文本我想让它居中，这里我就点击一个居中，可以看一下，这里它就居中了。我要让它靠右，有让它靠左就靠左，居中这个地方它就居中了。文本的颜色，比如说我想文字的大小，那我让它再大一点，我就把它调的再大一点，看一下，把它调到这个大。粗细这里，比如说我选择一个700，让它变得更粗一点，可以，我们都可以在这边的这个样式里面来调整。文本的颜色，这里我选择一下，比如说我想让它变成一个红色的，让它变成一个蓝色的也是可以的，看一下这里，或者变成绿色的，这里那你也可以来调整它的一个颜色。后面这里面有很多种颜色，可以看一下，你想让它变成什么颜色，那么都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颜色的一个设置。那这里还有一个间距，比如说这里上下两排的一个间距，这儿有个高级设置，比如说它外距上我让它隔一个50，那这后面有一个值，如果说你想让它上下左右都间距都调整，那你这里就全部把这个值连起来，那不连起来我们就只改一个上面或者下面，那我就把这个值呢给它取消，比如说下我就去50，让它下面可以看到，让它下面变得宽一点，这儿让它面上下来让它居中。那这些间距可以看到这边的内容，这里的一个样式，这里间距这些都可以调整，这些地方你都可以来改。那下面这个区域它也是没法改不了的，最下面这个模块也改不了，我们要改只能改中间的这个区域。那如果说你想让它上下的位置调换一下啊，这里也是 OK 的。比如说我们找到这里的一个结构，让这里的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图标框，我要把图标框给它往上挪一挪，我们鼠标往下拉，我们就把这个图标框给它往上挪一挪，这个上下左右的位置这里也是可以调整的。改好之后，这里我们把这个结构关掉。改好之后，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发布按钮，发布一下。我们点击左边的这里一个3条线，点退出到 WordPress。回到这里，我们可以来把这个图片给它改一下。这里我们把这个删掉，它的原来的主图删掉，我们这儿重新设置一个产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产品给它加进来。下面这些信息你就把它改一下，这里产品的一些相册图你也可以把它加进来，点击添加。改好之后，我们鼠标往上拉，这里有个更新，点一个更新。
好，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点击这一个查看产品。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里图片就改了。我们鼠标往下拉，这是我刚才换了一个图片的，可以看一下。这里文字的颜色，我用 Element 去编辑了一下改的。这里图片中间这些都是我们刚才用 Elementor 来编辑的改的。那我们还要做的，我们要把这个标题这些给它改一下。添加一个产品名称，比如说这里我给它加一个产品名称，触控平板电脑。那你还需要把下面的这里的产品描述呢，也要给它改一下。改好之后，记得一定要点一个更新。我们这儿再刷新一下，可以看到我刚才加了一个产品的一个标题，触控平板电脑。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标题也改了，图片也换成了我们自己的图片。介绍产品的地方，这些地方你也把它全部信息都改一下。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快速的制作很多网站。那模板你直接应用一下它的这个模板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你可以快速的制作很多网站，模板就直接应用一下它之前的这个模板就可以了。那么这里我们还可以使用 Elementor 编辑。这里我们还是点击编辑产品页，点击进入到 Elementor。那么来到 Elementor 的编辑页面之后，比如说这个区域我还想要再增加一个这样的区域。我想复制一下，那么这个复制怎么复制？我们可以直接鼠标往上拉，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一个结构，点开，在这里我们找到现在可以看到显示的是这个区域。我们在左边这里，它所有里面的区块都会在这个结构里面显示了。那它显示的是这个区块。如果说你想让这个区块把它隐藏起来，你可以点这个眼睛，那么这个区块就没有了。把它打开，你就点这个眼睛，那它又出现了。那复制也是一样的，我们点一个鼠标的右键。点击复制到此对象下，包括我们再看一下这里呢，它就重复的帮我们复制了一个。接下来有更多的内容，你就直接点击这里来编辑内容。这里呢，你就直接来替换一下图片。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你可以来复制多个模板。那这个里面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鼠标往上拉，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点中这里可以看到，当我们选中的时候，它会自动跳转到这个结构的这个页面。比如说这个我还希望它还有一个页面，我们就点击一个右键复制到此对象下，可以看到这里它就会出现两个，你来改一下内容，改一下图标就可以了。那不要的情况下，同样我们点击一个右键，这里有个删除，那直接删除就可以了。那当我们有的时候找不到这个是哪一个地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更改这个页面，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边你这里面所有的一个布局，那在这个结构里面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如果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就点一下这个眼睛，那这个电脑没有了，那我们点开，证明我们选中了这个区域是没有错的。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找到对应的一个模块。同时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可以调整，比如说这两个上下的一个区域的一个位置，我们选中这个区域在这个位置，那这儿呢我想把它调到上面，我就往上拖，可以看一下，那它就把这个位置调换了。现在用这种左图右文或者说右图左文的这种很多，你可以复制更多。比如说你的商品比较多的情况下，你可以在这里直接点击这里，点击一个右键复制到此对象下，那你要多少就可以复制多少。这个可以用它来对你的产品做更多的一个介绍。改好之后，我们还是点击上面的一个发布按钮。这个是我们单个产品的一个设置方法。发布之后，我们鼠标点击左上角这里点击回到 WordPress。那么接下来，假如说你的产品有多个 SKU， 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首先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在这个产品下面这里有个属性，我们点击一下。比如说你有多个颜色，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增加属性，那下面有一个添加属性，我们可以点这个。那我们的产品可能有多个类型，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你点击一下，比如说你要多个颜色，你就点颜色，这里你输一个名称，选好颜色，下面可以看到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自定义，下面有一个选择，这里我们选择颜色，这我们点一个添加属性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我们还有对应的尺寸，尺寸有多个尺寸，我们点一个尺寸，选好之后我们还是点击一个添加属性，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添加了一个尺寸和一个颜色。这里可以看到颜色添加进来之后，我们可以来配置一下，比如说我们先点这个配置类型，那第一个这个颜色，比如说有一个黑色，在这里选择颜色，那我找到一个黑色，点击一个添加颜色，这里黑色就添加进来了。接下来比如说它还有一个蓝色，这里我们选择一个蓝色，那它比如说还有一个黄色，那我们选择一个黄色。 OK， 可以看到我们左边这里颜色就已经添加进来了。那尺寸同样我们这里点击一个返回键，我们再来配置一下这个尺寸，点这个配置类别，这个尺寸比如说这里有14寸，那我们添加一个尺寸，比如说还有一个16寸，我们添加一个尺寸，那还有11寸的，这里我们就直接添加进来。
如果这里错了怎么办？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编辑按钮啊，你可以来进行一个更改。这里改好之后，我们进入到下一步，点击这里全部产品。那我们可以来复制一下啊，鼠标往下拉，这样复制我们就可以快速的上架产品。那还是刚才的这个产品，这里后面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复制按钮。我们点一下复制，那复制你就进来改一下里面的标题，还有它的图片，还有相关的内容就可以了。我们往下拉，这次我们是属于一个可变产品，之前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单个产品。那在这里啊，鼠标到这个产品数据这里，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个可变产品。那么这里有单个有成组的，我们先点这个可变产品。那这个产品呢，它就不是单个的。那么鼠标往下拉，点这里有个属性。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新添的，后面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颜色，比如说现在它有什么颜色，有黄有蓝色，再加有一个黄色。这里选好之后我们就点一个保存属性。那尺寸这里你还可以继续点这个属性，这里点击有一个尺寸。接下来在这个属性值这里我们就可以选，我们刚才编辑过了就有，比如说11寸的，还有14寸的。选好之后我们就点一个保存属性。选好之后我们点击左边的，这里有一个变量，你可以看到这里它的一个颜色还有一个尺寸，你也可以手动添加，还可以生成一个变体。我们添加好了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帮我们把尺寸和颜色直接进行一个更改。比如说这里我就把它变成一个蓝色，尺寸11寸，黄色，这里尺寸，比如说这些都可以选一下。那如果说下面有多的，比如说在后面不用，我们还可以把它删除，多余的你可以把它删除。接下来你还可以点击右边这里还有个编辑按钮，可以点一下它。接下来你可以设置一下这个产品的，上面是它的一个编码，那下面这里是它 PSEAN， 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产品的条形码，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唯一识别符，可以帮你列出其他渠道或市场上的一个该产品，这个是为了分辨产品的。接下来鼠标往下拉，这里呢可以看到还有价格，比如说这个电脑它卖的是1599，这个是常规价，那促销价就是1399。价格你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设定。库存状态这里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有货，有一个无货，还有一个延迟交货，我们选有货就可以了。尺寸这里可以设置它的一个长短。运费类型这里你可以选一个，比如说是这个是个小件，或者这是个大件，你就可以这样子选一下。那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这个 SQ 它的，如果说有颜色，它有不同的颜色，那你还可以上传一个图片，在这里可以看到上传图片，比如这是一个蓝色的，我就上传一个蓝色的，把你产品的一个单独的图片对应的颜色，你可以给它选择上传进来。这个里面就是对你的产品的一个单独的一个 SQ 的一个设置。设置好之后呢，我们鼠标往下拉，点击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这里还有一个库存，我们一开始这里有库存没有填写，库存管理这里勾选一下，比如说这个有100个，那我们就把它写上。那这里改好这个变量，这里我们再来点击后面的一个编辑，这里同样有一个库存管理，这里库存管理我们勾选一下，库存我们把它设置一下，是否允许缺货销售，这里我们就不允许，直接点一个保存更改。那每个地方的库存都可以这样，在这个变量这里来找到一个编辑，这里有个库存管理，把每个库存的每个颜色的库存给它加上。点击好了之后，鼠标往上拉，记得要点一个这里的一个发布按钮，这个库存一定要加进来，不然消费者买的时候他可能选不了。那这里点击一个发布，那这个我们对这个产品变量的一个 SQ 的一个设置方法。接下来我们来装修一下我们产品的一个首页啊，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在这里找到我们的一个外观。那么我们可以到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点击这里一个回到我们的首页，那这个它是我们的一个首页，中间的内容我们都对它进行了一些更改。那首页这个上面，刚才我们看到啊，在 Elementor 里面这个上面有一个模板是改不了的，但我们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更改。那么我们回到后台，找到这个模板，再找到 THEME， 点击进来，这个是我们的主题的模板，可以看到这里面它的一些区域都能显示它的有哪些部分组成都能看到。我们找到一个顶部 header， 那这里有个 header， 我们点一下，在这里再选中这个 header。那这个顶部呢，我们是需要用模板的来进行一个编辑，可以看到在这边它有一个模板的一个管理，用我们的模板来进行管理，这样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那现在出现的就是我们顶部的这个区域，可以看到这些上面包括这上面都可以改，在每个区域都可以改。现在是下面的改不了，我们现在改的就是上面的这些区域。现在我们主要改顶部，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logo， 它是模板的这个 logo。如果你想改这个位置，你可以把鼠标给它移上来。那中间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有一支笔，点击一下，
这里就是我们的 logo 了，你这里直接它是没有上传的，我们这里直接点一个删除，那么这儿就没有了。我们再点后面点击上传，这儿呢我上传一个我自己的一个 logo， 再点击一个选择 ，OK， 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个 logo 了就已经改变了。那你还可以给你的 logo 下面可以添加一个链接，那么这个 logo 你可以如果对它不满意，你还想对它进行一些更改，可以看到这个 logo 偏小，这里还有一些，这里有个风格可以改一下，比如说你想让它在哪个位置，中心就选择中心。那这儿还有一个，比如说它的一个宽度，这里你可以看一下你想要哪一种，那这个可以看到它的宽度非常宽啊，可以选择一个。这里宽度可以设置，包括这里它展示在不同的设备上面它是什么样的。这里比如说在这个平板上面你可以看一下，在手机上面又是怎样的。那么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它还有一个高度，这里比如说这个高度也可以设置。那下面还有一个动画，比如说你想让它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进入方式，可以这样子跳出来，你可以看到很多种方式，还可以是这样子进来，它的一个进来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进来，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下。这儿还有间距，这儿还有定位，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可以看一下。后面这个搜索框这里也有一支笔，也可以改。这里有个样式可以看一下，边框的宽度这些都可以改，边框的这些它的高字体的大小，这里比如说你可以给它拉大一点，这儿也是 OK 的。那边框如果说你想给它添加一个背景，那么你还可以给它添加一个背景色，可以看一下这后面就多了一个背景色。这每个区域你可以看到都可以把笔放上来，这里你可以把这里的联系方式改成你自己的，在后面这些每一个上面都可以改。那后面还有一个也是一样，它是改这里面的相关的，你把你的笔点到哪里可以看到，你就可以改哪个位置，只要能放上去，这里有一个笔的都可以对它进行编辑。下面这个它是属于一个菜单栏，菜单我们在这里是改不了的，我们需要到单独的地方去改。但是这儿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你看到这里有支笔，也可以点一下，这里有一个要显示的菜单，那这些菜单就是显示在这里的，可以看一下它有对应的。这儿你还可以手动来创建一个菜单。那好了之后一定要点下面的一个更新，接下来呢它会问你要在何处显示这个模板，就是你要应用到哪里。这儿呢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整个网站，我们点击一个保存，下面这里可以看到这儿还会有一个保存的一个进度，这儿已经完全保存完了。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下面这里有一个眼睛，我们观察一下就可以来查看一下这个页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个 logo 都已经被我换掉了。这儿菜单它这里用的是一个超级菜单，如果说你要更改，那么我们就要回到后台去改了。这儿我们就直接把它保存一下，点击这里把它这个页面直接给关掉。接下来我们点这个 W 回到后台，那我们鼠标往下拉，点外观里面有个菜单，点击进来。那么这个模板你可以看到它自动给我们添加了很多链接，很多菜单。你可以看到这里来有好几个菜单，比如说顶部菜单。那么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它用的是第一个菜单，首页这里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菜单，下面还有子菜单，看一下。那么菜单都在这个里面，如果说你想要添加也是可以的。如果说这里面比如说你想再多加一个菜单页进来，比如说要加一个隐私政策，那么你可以把它添加至菜单，在这里就加过来了，点一个保存。那么这加过来这些菜单其实你要改也是可以的啊，这里你可以看到在这儿你可以直接改它的一个菜单的一个名字，把它改掉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菜单它是属于一个超级菜单，我们点这个模板，模板里面有一个第一个选项，进来之后我们点鼠标往下拉，这儿有一个 PC， 它应用的是一个超级菜单的模板，我们要到这里来去进行一个单独的更改，因为它用的是超级菜单。那么超级菜单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来更改，这里我们是使用这个模板它内置的一个编辑器来进行一个编辑。那这儿有个编辑，我们就点这个编辑，再来我们就点这个 B1。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我们首页呈现的下面的这几个菜单，所以它不是在我们这个外观里面改，我们是在这个里面来改的，模板里面来改的。那右边这里有图片，这些图也是可以改的，这些文字我们也是可以改的。这儿可以看到这支笔，我们点一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下面这些你都是可以来选的，你想要显示哪一个菜单，你就可以选择哪一个。选好以后，比如说我们这里随便选一个，可以看到这里它就变了。那我再选一个看一下，它就会是这样子的，可以看一下。那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文字，点这个笔，这儿也是可以改的，这里面的相关内容都可以改。那这个图片是可以改的，这图片比如说我想给它换掉，那我们点这个给它关掉，这里重新选一个这个，可以看这里图选更换掉了。选好之后点击左下角这里一个更新，接下来我们再到首页来刷新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改的这个位置，可以看到这里我们换了一个电脑的样式，这个地方都可以改，我们就
在刚才那个地方去进行更改。那在这个模板里面有很多设计的一些细节，大家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去研究一下、琢磨一下，你可以去慢慢的调整。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电商网站，它里面的细节是非常的多。我们要退出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点击左上角的这个 W， 它就直接带我们回到后台。这个顶部的区域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来改。那除了我们的顶部，还有我们的底部，我们的页角，那它也是单独的一个地方去更改。鼠标回到左边，找到这个模板，点设置按钮，这个设置鼠标往下拉，我们找到这个 folder， 点一下它，这里可以看到，那在这边我们还是点这个按钮去进行编辑。那么这个时候就到了一个编辑页面来了。那这里也并不是所有的每个模板都要单独进行设置，只要我们刚才把全局的底部这个模板改好以后，它会自动应用到我们每一个区域。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网站它不止这一个页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页面，我们改好这一个页角，那么所有的页面它都能应用。这儿有个电话号码，这里点这个笔，你可以把这里号码来改成你自己的一个号码。那这儿我随便写一个。那下面这个是一个公司地址，同样我们点击一下，在这儿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你的公司地址。那这边是一个导航，这里点这个笔，比如说你要显示哪一个导航，这里你可以换一下，它显示的就不一样，可以看一下，它显示的导航栏就不一样了。那这边也是一样的，你可以来对它进行一个编辑。下面这里是一个版权设置的地方，这里你也可以来改一下。这边是显示的一些收款方式，这里点这个笔，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可以改的。这里面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更改。那这里除了这些菜单，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过了，我们还可以创建一些新的菜单。比如说我们到这个鼠标往下拉，点击这里的一个外观，里面有一个菜单。那刚才那些菜单呢是系统自动帮我们创建的。如果说你自己要创建一个新的菜单，那你可以点击鼠标往上拉，这里有一个创建一个新菜单，那么你可以写一个菜单名，比如说一个购物。那么这儿呢，你可以选择随意写一个，比如说博客，这里点击一个创建新菜单。那创建好之后，如果你想把哪些添加到这个里面，比如说这边这些，你想把它勾选一下都可以，点击添加至菜单。那么这个博客里面它就会有这些，点一个保存菜单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自己创建菜单。这个旁边还有一些文章页，可以看到这里，比如说你要显示哪些，可以给它添加至菜单。那里还可以，这里还有一个自定义的一个链接，那这里你可以，比如说这里我随便写一个小鱼儿频道，这个链接地址我可以把它直接把我往我的油管频道的地址来给它加到这里面来，把它添加至菜单也是可以的。那当有人点击这个文字的时候，它就会跳转到小鱼的这个频道来。你想跳转到哪个网站，那你就可以把网站网址链接给它添加进来。这里可以看，我这里就直接把它添加至菜单。这个你还可以把它往上挪，可以把它排到最顶上也是可以的。你可以上下调动这个菜单的一个位置，那你还可以把它拖置成一个子菜单。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子菜单，往前放它就是一个主菜单。设置好之后就可以点一个保存。在我设置好菜单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我点一下这个笔，这个菜单，我刚才加的这个博客，可以看到在这儿它就出现了。那比如说我重新建的这个菜单，我要让它显示在这儿，我们就选择这个博客，可以看到，那我刚才的这个页面它就出现在这里了。这个菜单我们可以自己加进来。这儿还有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些账号可以看一下，那么这里你也可以点这个笔来改一下。这里你比如说你想加一个其他的进来也是可以的。这里我想比如说我加一个油管，我输入一下 YouTuber， 这儿可以看到 YouTuber 的符号，这儿加进来之后，这里你可以把链接给它填在这个下面就可以了。它会有人点的时候，它就会直接跳转到你的 YouTuber 频道，这下面链接添加进来就可以了。好了之后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更新，这儿我们就点击一个保存，这里可以看到它正在更新。 OK，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首页，这里我们点击一个刷新键，那我们鼠标这一直往下拉，拉到底看一下，那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改了的这个，这是一个 YouTuber 改好的一个页角，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刚才重新添加的一个导航菜单。鼠标再回到顶上看一下，那这些地方我们刚才还没有，这个地方属于一个横幅区域，我们还没有更改。我们这样子去点它是没有反应的，就像我们的底部一样，顶部和底部它都是需要单独去进行一个更改。现在如果说我们想改中间这个内容，那方法都一样。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在 Elementor 里面它是编辑不了的，和我们的页角是一样的，所以接下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样改这个区域。那我们还是回到后台，这里有个页面，这里
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首页，我们点一个编辑，我们还是使用 Elementor 编辑。接下来我们就是来到的首页的这个页面区域。那么怎么改呢？方法都是一样的。那这里上面这个区域可以看到我们是点不动的，这个区域我们是可以改的，下面这些区域都可以改。这里你点这个笔呢，就可以这些图标这些你都可以改的。比如说这里有一个选择图标，你可以到这里面来选择一个图片也是可以的，这些都可以改，文字也是可以改的。你可以点这个笔，下面文字是在这个下面改，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左下角这里改。那下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下面可以看的是属于2张图片的形式。图片很多人他想要更换这个图片的背景怎么办？我们同样是点击把这个先关掉，点击这里6个点。那么这个照片怎么改背景，怎么替换？那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编辑列，那点一下它，那我们点到这个样式，这图片就可以直接选择去进行一个更改就可以了。那么背景颜色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个背景颜色，它是这个灰色的，鼠标往上移，这里有一个颜色。那比如说我让它变成一个黄一点的颜色，可以看一下，那么它这儿就直接变成一个黄色的了，这个就是更改一个背景颜色。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点击这里，比如说这个图片，我想把它替换掉，就直接把它替换掉。好了，我们再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是属于一个热门单品，你也是可以改的。这儿我们同样点击这里有个6个点，那我们点击这里的这一个笔，这里是排的是3列，比如说我要让它显示2列，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让它显示4列。那么在下面还会有一个让它显示几列呢？这里你可以改，或者3个其实还可以。那在这个有一个高级设置，你还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外句内句。这弄好之后，我们就点一个发布。那还有一个产品的分类，我们是在哪里改的？鼠标回到顶上，这里退回到 WordPress 后台，点击一个这里左边一个 W， 鼠标回到产品，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分类，直接点击进来。那么这个产品分类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些什么产品，如果说你想要显示哪个产品，这里你就把它勾选一下就可以了。那勾选好了之后，它就会出现在这个页面。鼠标往下拉，其实这个首页也没什么，改一下图片，改一下文字这些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那你需要显示哪些产品，在这里可以看一下。同样的，这里点这个笔，你要显示多少个，显示几排了，这里你都可以来改。比如说这个产品可以看到这里呢，你点这个笔，那么我们鼠标回到这个高级，那么你要显示哪个产品，点这个笔，这里有个类别，这里点一下，这里面你要显示哪一个，可以看到这里都可以，这些是属于一些产品的名称，那么你都可以把它点击进来。我们后台刚才看到的这些产品，那分类我们可以在后台这里来，我们先来对我们的产品进行一个分类，把它类来给分好。这个页面比如说在我们的首页一般是显示一些销售量比较好的或者评分比较高的排名靠前的一些商品，那你就可以选这些让它展示在我们的首页。这儿呢它也会有，还是在这边编辑这边，比如说你要显示哪些正在销售的产品，卖的比较好的产品，你要显示哪个你就选一个就可以了。那么这些更改还是非常的简单的啊，你稍微研究一下就会了。那我们鼠标往上拉，你可以看到我们首页这里有3张轮播图，在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你是看不到的，在这儿可以看到，本身我们改的就是一个首页，但首页这里它不显示，但在我们的首页上面这里呢是可以看见的。这儿可以展示3个主图，你主推的3个产品。那么这个在哪里更改？那我们回到我们的后台，这里会有一个插件，这个插件它就是一个轮播的一个插件，我们点击一下它。这儿我们先点个叉把它关掉。这个里面模块非常的多，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首页用的这个插件，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个笔，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编辑区域了。那这个区域非常重要，它可以把你的主推产品显示到这里来。可以看到这每一个区域其实它也是可以改的。比如说我们的鼠标点到上面，在这边可以看到这儿有个媒体库，比如说这张图片我想把它替换一下，直接点击一下，这儿我就把它换成一个手机，点一下。这个图片有点大，我们把它往下拉一下，这儿我们还可以把它缩小一点，我们还可以给它缩小一点。那这个大小可以看到这里，你可以拖动它来调整这个大小。那这边的文字一样，你鼠标点上去之后双击一下，在这边就可以来改。比如说我再随便改一个，这个地方也是我们把它点一下，再来改一个，这边这些都可以改，可以看到这里都在这边来改，每个部位都可以改。那改好之后可以看这里就直接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我再到首页来刷新给大家看一下。OK， 可以看到我刚才就把它改成了一个手机，这里改成了一个购买。那么它这个页面一共是有3个轮播图，那我们刚才改的是第一个。回到这个页面可以看到顶上这里我们现在改的第一个，接下来可以改第2个，改这个也是可以的呢，直接这里点击一下，
选一个，这里随便选一个。如果说你觉得它太大或者太小，你都可以把它再调整一下。这个地方，这个文字每一个区域你要改哪里？那如果不小心点错的情况下，这上面那还有个返回键。改好第2个，你可以点这里改第3个，可以依次来改都可以了。那这个模板如果说你不太喜欢，那么你还可以换成其他的模板。那我们这里来直接保存一下，直接退回到我们的后台。你可以回到仪表盘，然后鼠标往下拉，再点击这个进来。那它里面模板其实是很多的，这里可以看到它一共这里有700家的一个模板啊，你点击进来看一下。那这里面模板可以看一下，如果这里面没有满意的，点击右下角这里还有第2页，这里还有第3页，这里一共有20多页，700多个模板。如果说你不懂设计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看到这里面那么多现成的模板，好用的模板，那么我们直接选一个你比较喜欢中意的就可以了。这些模板可以看到它目前是没有安装的，你可以安装一下。你也可以去预览一下，比如说这里有个眼睛，那比如说我看一下，找一个好一点的模板，比如说这有个眼睛，我们点开一下，还可以来预览一下。像这样的也是可以的，你看一下啊，它也是非常的酷的。这种展现方式是这种左右的这种，这里你只需要点击这个加号，就可以把它点击进来。这里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加号，它会显示让你来直接去安装这个模板。那如果说你的版本太低，那就需要升级一下就可以了。升级完了之后更新一下，你就可以用了。这里面确实太多好用的一些模板，大家可以多去研究一下。接下来我们鼠标点击这个叉来关掉，回到我们的仪表盘。还有很多其他的页面，其实更改方式都一样。这里我们点击一个页面，因为我们一个网站它是由很多个页面组建成的，比如说关于我们，比如说结账页面，比如说我的这个商店首页，比如说我们开的是一个商店，它会有一个商店首页，那还有一些其他的页面，隐私政策、退款政策啦等等这些页面，那它的更改方法都是一样的，这个都非常的简单。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假如说你的店铺里面有了一个订单以后，我们鼠标往下拉，在这个 WooCommerce 这里呢有一个订单，有了订单之后呢，你可以看到，那么它会出现在这个订单的这个页面。如果说你收到客户的一个订单的话，它所有的信息呢，它会显示在这个地方来。那么在下面呢，你可以看到呢，还有一些关于客户的一些信息，还有一个优惠券，那你还可以设置一个优惠券，比如说这里创建一个优惠券。这儿呢，我们比如说输入一个优惠券代码，我这儿就是随便输入一个小鱼儿，你也可以用这个生成一个优惠券代码也是可以的。你自己输入一个也是可以的了。接下来呢，比如说你想要怎么样个优惠，固定的产品优惠还是百分比，比如说百分比优惠，那优惠多少呢？比如说优惠10%，那么就写个10%。那接下来呢，你还可以设置一个它的一个时间，比如说多久到多久结束，那就是这个它的一个过期时间到什么时候，你可以在这里设置一下这个过期时间。接下来呢，这里有个使用限制，那么这里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最低花多少钱，这个呢，比如说是你也可以手动输入1199，那是仅限单独使用呢，还是含一些促销商品或者不促销的商品，这里你可以设置一下，或者说你搜索一些产品来搞这个活动也是可以，你要排除哪些产品，那么这里你都可以来对它进行一些设置。那这里呢还有一个使用次数，那么可以看一下，那无限使用呢还是这个呢？你可以看一下，它这里面只能使用一次，那么一次你就写一次，不要无限使用，这个你自己去根据你的情况去设。每个用户的使用次数限制，那么这里你自己看一下，你是要一次呢，还是可以无限次使用，这个自己设置一下。设置好之后呢，这里点击一个发布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优惠券代码就设置好了。那么你的网站呢，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网站里面的一个文章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这里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文章，在这里还有一个写文章。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独立站的话，那就一定要多写一些文章，写一些跟你的产品相关的一些文章，比如说一些产品的一个对比的一个文章。就像我们现在这个里面呢，它是跟这个电脑这些相关的，你可以写一些，比如说这个苹果和什么品牌的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对比，这种对比类型的文章呢，感兴趣的人会比较多。比如说这里一个比什么品牌的一些，你就可以在这里随便写一个，比如说苹果和华为的一个手机它的一个区别，它的一个测评。这儿呢你不会写的情况下也不要紧，你可以交给 GPT 来写。比如说我这里随便写一个苹果电脑和通电脑的区别，这我就随意编辑一个，可以看到我就发送给他。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其实 GPT 它就分分钟就能帮我们搞定这些文本，关于文本方面的一些信息。那这里我们就直接复制就可以了，然后把它写到这里
然后呢，接下来你可以把它的文章这里相关的文章这里把它复制一下，然后把它粘贴到这个下面。这儿呢，你就直接点击一个发布，这样简单的一篇文章。你这文章里面它也是可以加图的，也是可以看到这里面它也是可以加一些图片的。这上面有个加号。在这里面，这里可以加图片，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加的，按钮这些呢都是可以直接加进来。那么你还可以点击这里去使用一个 Elementor 编辑，那这个时候就是用 Elementor 来编辑了。那么这儿，比如说你想这里加入2个苹果的一个图像，那这儿我们先加入一个容器过来，在这里加一个容器，这一个容器加好了，比如说我这里点击这个添加元素，我加一个图像进来，那么我这就加一个电脑进来。那我们也可以选择2个的哈，那我们这里就可以加上2张图片进来也是可以的，直接拖进来，然后点加号，再拖一个进来。接下来我们就选择上传一个图片，那么这边呢再上传一个普通的，你就自己去生成一个普通的，那么自己呢就把相关的图片放进来就可以了，然后呢让它进行一个测评，那么这儿你再改一下这些相关的内容，好了之后点一个发布就可以了，我们一篇文章呢就写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个加号了，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后台。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页面，那我们这儿我们直接点击一个查看，这个呢其实我们刚才很随意的，这里是写的一篇文章，那么你可以来精进一下，把你的文章写得更好。那么视频讲到这儿呢，其实我们的一个网站呢就创建的差不多了。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使用一个现成的模板呢，使用里面的功能来改一下就 OK 了。所以现在呢搭建网站呢其实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那如果说你正在打算做一个电商网站，或者说呢你想做一个 Shopify 独立站，想做一些独立站的话，那么这个模板呢还是非常好用的。那这个主题的话，确实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那么模板的链接呢，我也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那大家呢，只要稍微花一点时间了哈，那你的这个就可以搭建出一个你自己的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电商网站。那么这个呢是用一个现成模板。之前呢，大家有看过小鱼儿的网站搭建的话，也知道小鱼儿之前有出过一期非常详细的这个零基础的用 Elementor 搭建的这个网站，它就是全程是用 Elementor 来建的，不需要任何模板。感兴趣的伙伴也可以看一下我的这期教程。如果你做这个跨境电商的话，那你有需要一个Stripe账号的，那么之前小月也讲过一期哈，可以通过注册美国公司呢去申请一个Stripe账号，这里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哈，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去看一下。那么今天小月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